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在家时，明明门窗紧闭，却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你。走到某个陌生的街角，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寒毛倒竖。深夜里，明明没有人，却听到哪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大多数人会把这些归结为错觉或是心理作用，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可能并不是错觉？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真的有其他生命正在与我们共享同一个空间？佛教早在2500多年前就给出了一个颠覆所有认知的答案。是的，我们不仅与无数其他生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甚至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客厅、同一个卧室、同一张沙发、同一条走廊。你现在坐着的这把椅子，可能正有一个轨道众生从你的身体里穿过去。你脚下的这块地板，可能是另一个众生眼中的荒漠。你喝下去的这杯水，在某些生命看来，却是滚烫的铁汁。你可能觉得我在胡说八道，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才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后，亲口向我们揭示的宇宙真相啊！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原始佛经这个最震撼、最深刻的世界观讲给你听。它不仅会彻底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更会改变你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生命的方式。很多人以为鬼神住在阴间、住在地狱，或者住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但这完全是误解。佛教经典中，佛陀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鬼道众生就住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寸步不离。在《长阿含经》卷第20中，佛陀对弟子们说：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一切皆向四衢道中，徒儿是四极丘种间，皆有鬼神，无有空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人类居住的房屋里面都有鬼神，没有一间是空的。所有的街道、十字路口、菜市场、屠宰场以及坟墓之间也都有鬼神，没有一处是空的。不仅如此，佛陀还说，一切树木极小如车轴者，皆有鬼神依止，无有空者。也就是说，哪怕是一根像车轴那么细的小树，上面都有鬼神依附，没有一棵是空的。注意啊，各位朋友，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关键的误解。很多人以为共居就是他们住在我们旁边，我们住在这边，他们住在那边。不是的，真正的共居是我们的身体和他们的身体在同一个空间坐标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这就像我们家里的电视信号，同一个房间里同时充满了无数个频道的信号，它们彼此重叠，互不干扰。你打开电视调到哪个频道，就会看到哪个频道的画面，但其他频道的信号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里。我们和鬼道众生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就像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里的不同电视频道，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这个频道的画面，看不到其他频道的画面，但其他频道的生命一直都在那里。我们的身体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也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我们的身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有10几个鬼道众生也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着他们那个频道的电视。我们在卧室里睡觉，可能有无数鬼道众生在同一个卧室里走来走去。这就是佛教最震撼的宇宙观，不是有多个平行宇宙，而是同一个宇宙里同时存在着无数个维度的世界。我们一提到鬼，就想到青面獠牙、披头散发会害人的厉鬼，但这其实是民间传说对鬼道众生的误解。在佛教中啊，鬼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生命体系，种类繁多，各不相同。正法念处经恶鬼品中详细记载了36种恶鬼的形态、寿命、饮食和痛苦。它们并不是都挨饿，也不是都长得很可怕。后
后世论师又将鬼道众生分为3大类，有威德鬼、无威德鬼和中间鬼。有威德鬼是鬼道中福报比较大的众生，他们有神通、有力量，甚至有自己的宫殿和眷属。我们平时所说的城隍、土地、山神、河神、门神，以及很多地方信仰的神明，其实都属于有威德鬼。他们负责管理一方的土地和众生，护持行善的人，惩罚作恶的人。有威德鬼的生活其实并不痛苦，甚至比很多人类还要好。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享受着人们的祭祀和供养。但他们依然在6道轮回之中，福报享尽之后，依然会堕落受苦。无威德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恶鬼，他们是鬼道中最痛苦的一类，因为过去生中贪心太重，贪不舍，所以死后堕入恶鬼道，遭受长久的饥饿和干渴之苦。佛经中描述恶鬼的身体特征是焰如针锋，腹如山海，他们的喉咙像针尖一样细，肚子却像大山一样大。他们永远都在寻找食物和水，但即使找到了，食物到了他们嘴边也会变成火炭，水到了他们嘴边也会变成脓血。他们几千年都听不到水的名字，更别说喝到水了。恶鬼的寿命非常长，鬼道的1天等于人间的1个月。他们的寿命最短的是500岁，最长的可达数千岁。也就是说，一个恶鬼可能要在饥饿和干渴中煎熬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脱离鬼道。除了有威德鬼和无威德鬼之外，还有很多中间形态的鬼道众生，比如食气鬼，他们不吃东西，只靠呼吸空气为生；食唾鬼，他们靠吃人的口水为生；食粪鬼，他们靠吃人的粪便为生；还有食香鬼、食花鬼、食果鬼等等。每一种鬼道众生的痛苦都对应着他们过去生中的一种恶业。比如食唾鬼，过去生中总是向别人吐口水，侮辱别人；食粪鬼，过去生中总是把不干净的食物给别人吃。听到这里，我想请大家在评论区打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每一个受苦的众生，或许都曾是我们的至亲。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听闻佛法是多么大的福报，让我们一起把这份功德回向给所有的鬼道众生，愿他们早日往生善道。如果你觉得只有鬼道和我们共居，那你就想得太简单了。其实啊，在佛教的6道轮回中，除了地狱道和天道的高层众生之外，天道的低层众生、阿修罗道众生、畜生道众生，都与我们共居在同一个空间里。首先是天道，佛教把天道分为28层，其中最下面的4层叫做4天王天。4天王天的天人就住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他们的身高大约有几十米，寿命是500岁。4天王天的1天等于人间的50年。4天王天的天人经常会来到人间，他们会护持行善的人，惩罚作恶的人。我们平时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指的就是4天王天的天人以及有威德鬼。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记录着我们的善恶业行。然后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的众生也住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空和大海里，他们有天人的福报，却没有天人的德行。他们生性好斗，嫉妒心强，经常和天人发生战争。阿修罗道的众生也能看到我们，有时候也会干预人间的事情。最后是畜生道，这不仅仅是我们能看到的猪、牛、羊、鸡、狗这些动物，只是畜生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畜生道的众生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比如水里的微生物、空气中的细菌，以及很多我们无法感知的生命形态，都属于畜生道。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同一个空间里的不同众生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佛教用4个字就完美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寻业发现。什么是寻业发现？楞严经中说，寻业发现，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意思是每一个众生所感知到的世界都是循着他自己的业力而显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业力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佛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叫做一水六见。同样是一滩水，不同业力的众生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地狱道的众生看到的是滚烫的铁汁，会把他们的身体烧得焦烂；恶鬼道的众生看到的是腥臭的脓血，即使渴死也喝不下去；人道的众生看到的是一杯清澈的水，可以用来解渴、洗澡；灌溉天道的众生看到的是甘甜的甘露，喝了可以增长寿命和福报；畜生道的鱼看到的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阿修罗道的众生看到的是可以用来作战的武器。这就是一水六见。这个比喻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水，水这个东西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不同业力的众生对同一能量场的不同感知而已。你以为你看到的水是真实的，但在恶鬼看来，它就是脓血。你以为恶鬼看到的脓血是幻觉，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100%的真实。他们喝下去真的会感到痛苦。那么，到底谁看到的才是真相？答案是没有真相，或者说，每一个众生看到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真相。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我们所看到的太阳、月亮、星星、大地、房屋、树木、花草，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它们都是我们业力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鬼道众生可以共享同一个空间，却互不相扰，因为我们活在各自的业力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他们也看不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痛苦，他们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我们也感受不到。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如果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自己业力的显现，那为什么我们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们都能看到这张桌子，都能看到这杯水，都能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就涉及到佛教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共业和别业。所谓共业，就是所有众生共同造作的业力。因为我们人类有相似的业力，所以我们会看到相似的世界。我们都有相似的身体结构，相似的感官系统，相似的贪嗔痴烦恼，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也是相似的。比如，我们都造作了需要喝水才能生存的业力，所以我们都看到水是可以喝的。我们都造作了需要住在房子里才能遮风挡雨的业力，所以我们都看到房子是可以居住的。我们都造作了需要依靠太阳才能生存的业力，所以我们都看到太阳是温暖的，是光明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客观世界。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客观，而是所有人类共同业力显现的集体幻觉。而所谓别业，就是每个人自己独有的业力。虽然我们有共同的共业，看到了相似的世界，但因为每个人的别业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体验也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有人腰缠万贯，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家庭幸福，有人妻离子散，有人身体健康，有人疾病缠身。同样是遇到一件事，有人觉得是天大的好事，有人觉得是灭顶之灾。同样是一个人，在仇人眼中是恶魔，在亲人眼中是天使。这就是别业的作用。共业决定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别业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佛教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预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过去生中造作的业力的结果。你未来将要经历的一切，也都是你现在造作的业力的结果。寻业发现和共业别业的理论，最终都指向佛教的核心教义：万法唯识。但是不少人对万法唯识有误解，以为佛教说的是世界是我的大脑想象出来的，我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了。这是把佛教的唯心和西方的唯心主义混为一谈了。西方唯心主义的核心是我思故我在，认为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存在；而佛教的万法唯识核心是我业故我见，认为业力种子决定感知内容。佛教认为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都有一个阿赖耶识，也叫做藏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储存着我们无始以来造作的所有善业和恶业的种子。当这些种子成熟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识，这6根就像6个投影仪，把阿赖耶识里的业力种子投射到外面，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摸到的、想到的一切。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在我们外面，而是在我们心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心识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说一切唯心造，不是说我们的意识可以凭空变出一个东西来，而是说我们的起心动念会在阿赖耶识里种下种子，这些种子成熟之后就会变成我们的现实。一个善念就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将来会结出善的果实；一个恶念就种下一颗恶的种子，将来会结出恶的果实。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创造你未来的世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鬼道众生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我们通常看不到他们呢？佛教把这种看不到的原因叫做业障。我们的眼睛被我们自己的业力蒙蔽了，我们只能看到与自己业力相应的事物，看不到与自己业力不相应的事物。有趣的是，鬼道众生通常是能看到我们的，因为他们有报得五通，也就是天生就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所以他们能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说话，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躲开我们，因为人类身上有一股正气，对鬼道众生有一定的威慑力。一个心地善良、光明磊落的人，身上的阳气特别足，鬼道众生看到他都会远远地躲开，不敢靠近。只有那些心地阴暗、作恶多端的人，身上的阳气很弱，阴气很重，才会容易被鬼道众生靠近和干扰。虽然一般情况下人与鬼道众生互不相扰，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种业力的隔阂会被打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佛教中总结了5种常见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业力相近时，有些人天生就能看到鬼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阳眼。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因为他们过去生的业力与鬼道比较接近。通常来说，小孩子在7岁之前，天眼还没有闭合，也比较容易看到鬼神。随着年龄的增长，贪嗔痴越来越重，业障越来越深，天眼就会慢慢闭合，再也看不到了。第二种情况，身心衰弱时，当人在生病、临终、极度悲伤、极度恐惧或者极度疲劳的时候，身体的阳气会变得非常弱，心神也会变得昏沉。这时候我们的心识染污程度会增加，就容易与鬼道众生的业力相应，从而看到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重病的时候，或者在亲人去世之后，会看到已经死去的人。第三种情况，特定时节与地点，有些特定的时节，比如农历的7月15中元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鬼节，这一天地府的大门会打开，
很多鬼道众生会来到人间。还有每天的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看到鬼神。另外，一些特定的地点，比如墓地、医院、屠宰场、废弃的房屋，这些地方阴气比较重，鬼道众生比较多，也容易发生维度交叠。第4种情况，修行有得时，通过禅定、持咒、念佛等修行方法，可以净化我们的心识，消除我们的业障，从而开发出天眼通。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众生，看到6道轮回的真相。但佛教并不提倡追求神通，因为神通只是修行的副产品，不能让我们脱离轮回。如果执着于神通，反而容易走火入魔。第5种情况，特殊因缘时，有时候一些鬼道众生会因为特殊的因缘来找我们，比如他们是我们过去生的亲人，有未了的心愿，或者我们曾经伤害过他们，他们来向我们讨债。这时候他们会主动打破业力的隔阂，让我们看到他们，或者通过梦境、幻觉等方式与我们沟通。佛教的这个同一空间，无数世界的世界观，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迷信。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出现，人们惊讶地发现，佛教的很多观点竟然与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惊人的契合。首先是量子力学的观测者效应。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粒子在没有被观测的时候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它没有确定的位置和状态。只有当它被观测的时候，它的波函数才会坍缩，变成一个有确定位置和状态的粒子。也就是说，观测者的存在决定了被观测对象的状态。没有观测者，就没有确定的现实。这与佛教巡夜发现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佛教说，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世界是随着观测者的业力而显现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然后是量子纠缠，两个相互纠缠的粒子，无论相距多么遥远，哪怕是几光年、几十光年，只要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会瞬间发生改变。这种相互作用的速度超过了光速，违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把这种现象称为超距作用。但在佛教看来，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佛教认为万物一体，整个宇宙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一念变十方。我们的一个念头，瞬间就可以传遍整个宇宙，影响到宇宙中的每一个众生。除了量子力学之外，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也为佛教的万法唯识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照相机，它忠实地记录着外部世界的信息，然后呈现给我们。但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大脑根本不是照相机，而是投影仪。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是大脑对外部世界的如实反应，而是大脑根据感官输入的有限信息，结合我们过去的经验、记忆、期望和情绪，建构出来的一个模型。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大脑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大脑会自动填补信息的空白，会忽略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信息，会扭曲现实来符合我们的认知。比如，我们的眼睛有一个盲点，但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视野中有一个黑洞，这是因为大脑自动用周围的信息填补了这个盲点。再比如，我们看一个人，即使他只露出了半张脸，我们也能认出他是谁，这是因为大脑根据过去的记忆建构出了他完整的脸。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在《隐藏的自我》一书中说，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大脑为我们制作的一个简化版的、易于使用的模型。这与佛教万法唯识的观点不谋而合。佛教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是我们阿赖耶识里的业力种子投射出来的影像，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我们大脑建构出来的模型。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很多人喜欢把佛教的多维度世界观和现代物理学的平行宇宙论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说佛教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平行宇宙的概念。但我要在这里特别指出，佛教的多维度世界观和平行宇宙论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平行宇宙论认为存在着多个彼此独立、互不干扰的宇宙，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物理法则、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版本的你，这些宇宙之间通常没有任何联系。而佛教的多维度世界观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但在这同一个宇宙里，同时存在着无数个不同业力的世界。这些世界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它们共享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只是因为业力不同，所以显现出不同的景象。平行宇宙论说的是多个地方、多个世界，而佛教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多个世界。讲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已经被佛教这个震撼的世界观颠覆了认知。但我今天讲这些，不是为了吓唬你，也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好奇。佛教讲这些宇宙真相，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生命的终极智慧，从而脱离轮回，获得真正的自由。第一个要获得的智慧就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人类最大的傲慢就是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之灵，认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就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我们随意地践踏花草树木，随意地杀害动物，随意地破坏环境，认为这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但佛教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宇宙中无数生命形态中的一种，在同一个空间里还有无数其他的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世界，也有离苦得乐的愿望。我们并不比他们高贵，也不比他们特殊。当你真正看清这个真相，所有的傲慢都会瞬间崩塌。你会学会尊重所有的生命，尊重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每一只蚂蚁、每一个众生。你会明白，伤害其他生命就是伤害你自己。这种尊重不是出于道德的约束，而是出于对生命真相的认知。因为你知道，在无始以来的轮回中，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你的父母，都曾经爱过你、照顾过你，你怎么能忍心伤害他们呢？第二个要明白的就是，业力不是枷锁，而是自由的钥匙。很多人听到业力这个词就会觉得很沉重，认为业力是一种宿命，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枷锁。但其实，业力恰恰是我们获得自由的钥匙。佛教说，业由心造，业随心转。业力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过去的起心动念和行为，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业力。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和行为，正在创造我们未来的业力。所以，业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它每时每刻都在被我们的选择所改变。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改变自己的业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佛教最伟大的地方。他不认为有什么上天在主宰我们的命运，也不认为我们的命运是注定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未来，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从受害者心态转变为创造者心态。你不再抱怨命运，不再依赖别人，而是开始为自己的生命负起全部的责任。第三个要获得的智慧，我们一定要醒来，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佛教说，我们都是在做梦的人。我们把这个虚幻的业力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世界，在里面追逐名利，追逐感情，追逐物质，为了这些虚幻的东西而痛苦不堪，
而佛陀就是那个第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是无常的，是苦的。真正的快乐不在这个世界里，而在我们的心里。了解了同一空间无数世界的真相，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执着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地位、名誉，在不同业力的众生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我们所害怕的死亡、疾病、痛苦，也只是我们业力的显现而已。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沉迷于这个虚幻的梦境，我们应该醒来，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什么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痛苦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你我之分，没有善恶之分，没有六道轮回，所有的众生都融为一体，获得了永恒的安乐。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这就是我们所有生命的终极归宿。了解了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它们呢？下面我给大家提供一些简单易行的实践方法。先说第一点啊，帮助鬼道众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食和念佛回向。施食就是通过简单的仪轨，把食物和水布施给鬼道众生。施食的方法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做。你只需要准备一杯清水和7粒米，然后念诵遍识真言、甘露水真言和普供养真言，最后把水和米倒在干净的地上就可以了。施食的功德非常大，你只需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无数的鬼道众生饱餐一顿，远离饥饿和干渴之苦。而且施食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反而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福报。除了施食之外，你还可以在每天念佛、念经、做善事之后，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鬼道众生，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往生善道。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担心会被鬼道众生干扰，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保持心神清明，培养正能量。首先，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总是看恐怖电影、恐怖小说，不要总是想一些阴森恐怖的事情。你的心念是什么样的，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众生。如果你总是想一些负面的东西，自然就会吸引负面的众生。其次，一定要多做善事，多积累自己的福报。最后，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佛菩萨的名号有巨大的功德和力量，只要你诚心念诵，就会得到佛菩萨的护佑，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你。那具体怎么样将这些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呢？我举几个普遍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不要抱怨，不要责怪别人，你可以反省自己，这是我过去生中造作的什么恶业，现在成熟了，然后真诚的忏悔，发愿以后再也不造作恶业。当你看到别人痛苦时，不要幸灾乐祸，也不要漠不关心，你要升起慈悲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当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先深呼吸，数到10，然后想一想，发脾气会造作恶业，将来会给自己带来痛苦。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看看自己今天生了多少个善念，多少个恶念，努力让善念越来越多，恶念越来越少。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不是疾病，不是死亡，而是无明，是对宇宙真相的无知，是对自己生命的无知。今天你有幸听闻了这个真相，这是你多生多劫积累的福报。希望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新奇的故事，听过就忘。希望你能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践行到自己的行动中。愿你从此升起谦卑心、责任心、慈悲心、正念心、无畏心和平常心。愿你从此远离恐惧，远离烦恼，远离痛苦。愿你从此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活在光明里，活在喜悦里。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地看完了这期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点赞并热推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宇宙的真相。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感悟和体会。如果你愿意，可以随喜布施一点功德钱，用来护持佛法的传播，帮助更多的众生。布施不在于多少，而在于你的诚心。1分钱的布施也会有无限的功德。再次感谢大家，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南无阿弥陀佛。